好剑。师兄，到底谁会胜啊？陈长生。周子恒孤舟一剑天外来，气势果然磅礴。而陈长生的那一剑就是一字。如果庄师弟能够明白这一剑的道理，也不会。这一年，这一剑，陈长生应该至少练了10000次。你对陈长生的评价很高啊。既然注定会是对手，所以评价更应该冷静客观。不管您怎么想，令郎幻羽终究是我的师弟，我总要替他做些事情。看来你和陈长生在主师大会必有一战了。魔族随时可能南侵，我会去永雪观，所以在离开京都之前，我还要去亲自见他一面。我倒要看你这一招能撑多久！竟能硬接我这么多剑，还没有被震伤。果然，他真元不够，也只能顽抗到此了。原来陈长生已经掌握了整场战斗的节奏，从第一剑起，就算死了周子恒所有的退路。这一剑不简单。这是什么剑？竟无法躲避！是你逼我的！果然是星宇，果然是巨星境强者，能够将真元强行转回星光，形成星域。对于境界更低的对手，几乎坚不可摧。虽然你不能战胜我，但能逼我施展星域，也值得骄傲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夜空里的真实星域都在随着运动而不时流出空间，更何况是人的星域，必有弱点。前辈，这一剑叫什么？慧剑，但这又不是剑，是一种计算推演的战斗方法。周子恒的星域，奇形华美，其势不顾，弱点的具体位置便在他的脚前。区区一剑夜雨神凡，怎么可能破掉周子恒的星域？他的真元不够刺穿这一剑，我只要能摆脱开来，便能完成最后的反击。椰石步。陈长生的剑明明不强，却贯穿了周子恒的身体，为什么？可能是那把剑有古怪。这是什么剑？就叫他无垢。你到底用什么剑法破了我的星域？这是苏黎前辈传我的剑法。原来陈长生用的是苏黎的剑法。苏黎剑道第一。原来如此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越境胜我？不，据我所知，能在通幽境里胜你的，至少还有5人。那到底是哪5个人啊？陈院长。嗨。不够，剑如其人。好强大的剑意，那人是谁？
关白和庄焕宇情同手足，如果我没猜错，1年后主持大会你们必有一战。哎，刚才你对周自恒说，至少有5个人在通幽境的时候就能战胜他，是哪5个人？秋山君、徐有容、初见姑娘、苟寒石、南客，没有你。嗯，初见姑娘是谁啊？走，去接哲秀。参见娘娘。历届天机阁、青云榜、点睛榜、逍遥榜都由您亲自审核，已属繁忙，此次又劳您进京。老朽上算星辰，下算江河，从无算错，唯此小能耳。那个人，你推算的如何？回禀娘娘，他确实是陈氏皇族后人，老夫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。辛苦了。狼牙山的风景不错，以后有机会我去做客。臣告退。娘娘，天机老人这一眼便值一座名山。从此大周不再是狼牙山的主人了。陈氏皇族，年龄不明的少年。请随我来。请在此等候。腾幽跃境胜巨星，你此时意气风发，驾车直入我北兵马司正巷，从兵法上来说，很是不错。应该也是苏黎路上教你的吧？我好像闻到了血腥味儿。是幻境。除了排兵布阵，苏黎前辈还在路上教过我剑法。不与本官见礼便是无礼。以身份论，您不过是清吏司衙门主官，区区2匹，如何能与我家陈院长相提并论？若要见礼，当然应该是大人先。便是你父亲，也不敢这般与我说话。所以爷爷说过，我父亲不如我。如此说来，倒真应该是我先见礼。不知陈院长今番前来有何贵干？沃夫哲秀是国教学院的学生，我来接他回去。我依朝廷要求将沃夫哲秀下狱，若要放人，陈院长需要圣后娘娘的旨意，或者大理寺与刑部的审结文书。我通读道藏，对大周律也倒背如流。我很确定，刑部和大理寺根本没有立案，目前没有哪条律法支持大人继续关押哲秀。请大人放人。我们将来的教宗大人竟是如此的耐不住性子，这让人不得不为国教的未来担忧啊！陈院长可能忘了一件事，哲秀的罪名是与魔族勾结，凭这条罪名，我想把他关多久，就可以关多久。那么，大人好像也忘了，被指控在周园里与魔族勾结的是3个人：哲秀、期间，还有我。所以，要么放了哲秀，要么把我也一起抓了。你这是在威胁本官？就是威胁你了，怎样？如果你不准备放人，我就抢。这里是大周戒备最森严的地方，你们可以试试。大人，请留步。大人，国教骑兵来了。你调不动国教骑兵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是他。哼，你知道如果向我出剑会是什么结果？
我把命押上，看看在那些大人物的眼中，到底是我的命重要，还是你的命重要？人流王到，毛秋雨大人到。大人，陈长生的命真的很好，堪称贵不可言。如果他今天真的死在这里，教宗陛下会饶得过您吗？娘娘又会怎么看您呢？贵不可言，你们可承担得起此事的代价？院长救学生要付出什么代价？那就问问让我做院长的那个人吧。很多年前，我的姐姐被一个陈姓王爷家的儿子杀害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。如果你们是我，会怎么办？哼！为了惩罚那位王爷的儿子，我准备了很长时间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冲进王府的时候，被一个人拦住了。那个人就是娘娘。娘娘对我说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谦恭地活下去。你明白吗？明白，但做不到。我忍了很久，最后抓了那个人全家。娘娘说的确实是对的。我谦恭甚至卑微地活了那么些年，最终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。我想当年那个准备冲进王府的你，要比后来的那个你更好。你们带他走吧。陈秀，大人，为何您会同意放人？为什么不放？我本想看看离宫会有什么反应，但教宗陛下这样的圣人实在难以算计。不过，我算是亲眼看到了陈长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还以为您真的被他感动了。感动？本官从来就没有姐姐，谁能感动我？主教大人逝世之前一直在看这本书《国教光阴卷》，他还说商院长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人之将死，其言必信。他说很好奇，将来道藏里下一任教宗的生平会是怎样记载的？下一任教宗生平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一个人的生平最重要的是生卒年月。方才我不放人，便是要拖延时间，仔仔细细从里到外地看一眼陈长生。我在陈长生的身上看到一段光阴。如何？大狱自有神威，陈长生站在其间却是不动如狐。他让我想到一个人，陈玄霸。可我听闻史书中，陈玄霸作为陈氏皇族千年里的最强者，向来以暴烈粗鲁闻名，与陈长生哪里有丝毫相似？我们伟大的太宗皇帝陛下，把能够修改的所有史书与道藏全部都改了一遍。谁能够想到，真正的陈玄霸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而且他也姓陈。难道他真的是？娘娘一直在查当年宫中的那件旧案，昭明太子真的有可能还活着。商贼在西宁镇带走的那个徒弟，年龄倒是对得上，天残地哑，与传闻里的也更契合，就像是用来欺瞒天道的手段。真正的那位，可能早就已经被商贼用溪流点改了寿元。可是，为什么那些人要把陈长生送到京都来呢？难道他们以为可以一直瞒下去？只要昭明太子还活着，娘娘的逆天改命就还没真正的完全结束。必须把这个人的存在磨灭掉。
数百年前，那颗星辰并不在现在的位置。昭明，你还是来了，你就是我的天道报应吗？来试试看吧。